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谭健次与兰西亚演绎破烂美学，才是真正的艺术修复。轰隆一声，假期档电影市场突然卷来一股震耳欲聋的清流。刚听到定档消息，乍一看还以为片方搞错了日子，怎么偏偏不赶个节奏，抢在第一天上映？好家伙，结果一手神算，正逢假期首3天路上堵得如过年，所有人还在高速和景区原地高能社死。震耳欲聋4号才姗姗来迟开场，硬是给自己绕出一条通天路，直接抢到满满的观众流。说实话，和他名字一样，这操作够震耳了。不过电影究竟是不是真的炸裂，还是就像名字那样只想点动静，真有料还是噱头？先别急着下定论，咱今天就琢磨琢磨这部电影到底靠什么让人停不下耳朵，顺便也看看里头那些大师级人物和反套路小心思是否真能掀起点社会水花。假期电影套路都快被观众看腻了，今年好像谁也不太争气。有人吐槽说像伍子棋，怎么下都能猜到最后哪个方向走，连反转都像去年的彩蛋炒冷饭。可震耳欲聋这片子偏不走寻常路，别看它和别的同类题材撞了脸，落魄律师、社会议题，再加上点800里开外的成长史，看着都能让人打哈欠。但导演和演员硬是能啥玩意都添点新意，真是服了。让人上头的是谭健次演的李琦，这角色就是个双面人生。他是健听儿，聋哑家庭长大，从小被霸凌，动不动就成调侃对象。可成长的主线不是打脸社会偏见那么简单，影片设计很妙。李琦喜欢发语音，极少打字，暗搓搓透露听得见声音才有归属感。等剧情揭晓，观众才惊觉导演用这梗贯穿主轴，细节全都藏在琐碎日常里。李琦前期拼命替财团发声，后期慢慢变成给聋哑人证明。年轻演员声线有底气，这角色借谭健次声音好听设计的更有说服力。靠声音挽尊，现实里怕是连手机语音都得充当人格标签。但凡这几年国内社会题材片，没点社会冲突都开不了局。和之前的最后的真相比起来，震耳欲聋主打更平实却更扎心的人物设定。说实话，影院里很多普通观众一听这梗，先是被聋哑标签震了一下，再细想，这不就是咱身边的真实世界吗？有些人明明没恶意，可一遇到特殊群体就始终难以做到真正平视，哪怕不嘴上开地图炮，也总喜欢用过度关爱的态度把人架在特殊位置上。谁还没替别人着想把事办砸过？东北话讲，要是真当个世外人，你看看吧，多关心人家，人家不一定需要你替他说话。影片把李琦的心结铺得细腻，霸凌、逃避、家庭情节、身份焦虑，哪一样不是咱每个人都能共情的小心思？而演员选角也暗藏深意，谭健次自带歌手和声优经历，剧本做功课，用角色的声音做文章，又让观众一步步感受到李琦对被听见的渴望。可现实总归不是童话，社会上多数人明面上不歧视聋哑人，但特殊化也是种不自觉的隔阂。电影把这种微妙的隔阂处置的挺巧妙，观众视角从最初的猎奇带滤镜飘过，到最后心态变成平视，仿佛谁都卷进了李琦的成长曲线。你说这不是社会学小课堂，谁信啊？有意思的是，不同类型电影切片，震耳欲聋靠李琦的人物扎稳根子，可其他部分下限不高，剧情推进像合家欢流水线，开头铺垫太多，反转被猜的8、9不离10。配乐、剪辑、梗设计全都手到擒来，观众都快变柯南了，一眼望穿后续发展。不是我吹，要不是演员给力，这戏早就垮掉了。
你以为事情都解决了，其实案里还有一堆未解。片子中后段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细品才发现，整个剧本套路都陷入了类型片的魔咒。李琦表面上事业有成，收了财团的钱，美滋滋坐稳律师宝座，但观众都知道，这一顿操作迟早会迎来良心大爆炸。果然，剧情逐步走向俗套的浪子回头，情节推进几乎没有出人意料的惊喜。这种反转不是爆炸式的，而是温水煮青蛙，观众全程预判，电影还在原地设悬念。李琦劝老太太别点煤气罐，本以为一切妥妥的，结果还是迎来主流片惯用的意外砰的一声。剧情该炸时他还真炸，不炸观众都要怀疑导演是不是偷工减料。电梯吵架戏，配乐激昂的节点像提前预告，这波情绪把控的一点都不东北，反而还挺美式。最可惜的是反转李琦法庭举证，手语翻译一套打包，看着好像逆袭时刻，结果手语内容和有声内容不是一回事。这种一语双关颇有创意，但老梗玩多了也吃不消。全片最大的遗憾就是高潮点燃没多久，苗头还没烧旺的人就开始拆场，观众都还没鼓掌，影片已收工。而且整部片子除了谭健次和兰西亚表现给力，其他角色和情节都沦为陪跑。兰西亚的角色和向阳花有点撞型了，观众一看就猛打哈欠，生怕她被定型困在灵性少女里，无法向其他剧情拓展。演员的努力撑起电影，可剧本和导演拖后腿，大家都看得出来，这种情况没法靠演技拯救世界。就在大家都打算关掉脑内弹幕，以为一切结束时，导演突然扎了个大反转，案件从民事成功转刑事，反派结局居然靠字幕交代。听着是创新，其实像是剧本没写完，剧情刚要发力就被剪掉了。这种设计让不少观众一脸懵，你说这波操作到底是深谋远虑，还是赶工快下班？又不是电视剧最后一集，观众还没急着磕点正经反派，你就把案子交给剪辑师一行字判决完成，直接收工，真是震耳欲聋，视觉失明。更有趣的是看导演玩片名梗，震耳欲聋不仅是故事里的形容词，更是主角内心的隐喻。李琦本人的成长是一场靠声音和身份自我包装的求生游戏，他用工具理性包裹自己的真实理性，连自己最后都信了这个梦。刚开始偷用别人办公室，靠假装精英骗观众，明明家里鸡毛蒜皮还要装高冷大律师。他和马自强的关系也值得玩味，小时候的帮助，长大后也想回报，可导演安排双方关系始终隔靴搔痒。如果换个写法，让李琦主动帮马自强且不计利益，人物线会更丰满，回归自我、本性、家庭三位一体多顺溜。片名和剧情玩文字游戏看似聪明，李琦反思自己装聋作哑，说自己还不如父母。可是这些高端语录站在聋哑人立场上说，多少有点尬。好比你对破产的人说自己虽然没破产，但人格碎了，对方怕不是气得心梗。这种伪暖心反讽，情感共鸣少半截，真要拍社会关怀，还是别用太拽的文艺腔包浆。但剧情到此，反而折射出更大的社会议题。影视作品最怕深陷类型套路，模仿致敬走到头，总有玩不转的部分。观众一边吐槽老梗太多，一边又本能地被李琦的身份和成长打动。咱们普通人或许很少真遇到聋哑家庭，真正的痛点其实是标签与自我认同。李琦纠结于自己的背景，甚至用一切手段让自己看起来像正常人，这不是娱乐圈的错，也是社会里靠标签求认同的普遍现象。电影表面结束，主人公归于平静，可暗藏的危机却更大，社会对于边缘群体的关注，
依旧停留在表面平视与特殊关心之间。再看看演员阵容，兰西亚或许还年轻，没法挑自己想演的角色，长此以往搞不好真被类型角色锁死。震耳欲聋用演员拯救剧情，其实是变相给创作团队敲警钟，别再把社会议题拍成形式大于内容的流水线产品。没点真材实料，这操刀活你在东北梗也救不回来。影片最后留白收尾，大量情感都靠观众自己补脑。反派判决讲得轻描淡写，李琦的独白也略带着自我催眠。本来想玩烟火气和人文关怀，最终还是没跳出熟悉的套路圈。想表达真实，结果用力过猛，变成装聋作哑。这片子是震耳欲聋，可不知观众的耳朵是不是早就听麻了。说句实在话，咱们中国电影从深刻反思社会到娱乐至死，路子太熟了。正方观点都说震耳欲聋有创新，有思考，可要我说，这片子最大的槽点就是套路玩得太熟练，观众都快能背出下一个镜头。不如反过来夸一句，这片子靠演员救场，导演编剧全线托管，真是一场完美社死的类型范本。所谓关怀特殊群体，最后总归落到金句和标签，你说这是在帮人发声，还是在用流量蹭热度？电影把李琦的成长拍得明明白白，却没能在故事深挖的地方停下脚步。包装的再好，终究还是被听见和真实表达的两难。主创团队把装聋作哑和震耳欲聋完成文字游戏，真的顾及到片中聋哑人的感受吗？你让我这个外行人看着都呼吸急促，更是气短多集。导演是不是也有点语言障碍？看到名字这么霸气的片子，却悄悄用字幕交代反派罪责，观众都心头哆嗦。你说到底是导演不敢真反转，还是怕观众已麻木，不敢再震耳欲聋？你觉得电影是用心给聋哑人发声，还是只是在玩套路自嗨？你会更喜欢情感真实、剧情扎心的社会题材，还是习惯这种包浆老梗的合家欢？留言聊聊，你的心是不是还没被震耳欲聋？